真心希望各位观众老爷们不要白嫖，你的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教零基础同学浩瀚的马老师。那我们今天再一起研究一下，新手真的要学藏色吗？对吧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告知大家啊，新手不一定，我们先下结论啊，新手不一定要学藏色。在我眼里啊，画画什么最重要，对吧？第一点，形很重要。对不对？你有一个良好的造型，你不上色，它都是好看的。它是人就是人，不是人就不是人，对不对？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的颜色，对吧？那我这个色呢，特指的是什么？是黑白，对吧？在我眼里，黑白关系正确，形准 ，OK， 这张画也成立了。那色彩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的观点啊，色彩是什么？色彩或者说颜色是哪里来？颜色是怎么产生的？大家要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色光，色光，色光，是因为有了光才会有色。那有些同学不能理解啊，大家去思考，在大白天你是不是能看到外面的世界颜色五颜六色的，哎呀，丰富多彩的，对吧？但是在黑夜完全没有一点点人造光源或点光源的时候，是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？可能就是天空上几个亮亮的星星照亮了一点点的夜空。那其他比如说像山林里呀，对吧？乌漆麻黑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要知道一点，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有了光才会有了色。那我们在画画的时候，藏色它是怎么实现的？或者说有很多图它是怎么实现的，画的五颜六色的？原因就是它把一个白光拆解成了白光啊，对吧？在物理学上的大家也是知道的啊，初中物理啊，白光是由我们红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，所以呢，它藏色怎么去藏？它就是在红橙黄绿青蓝紫里面找到一定的规律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拿我们这个表情包来举例啊，你看它是怎么藏的呢？是不是离光线近，离白光近的地方，比如说离受光面近的地方，有没有发现啊？是黄色、橙色，对吧？离得远的地方就是蓝色、青色、紫色这样的颜色。所以大家要记住啊，你藏色可以藏吗？可以，但是当我把它 Ctrl 加 Y 变成黑白的以后，你会发现它最重要的还是什么？是我们亮与暗之间的一个对比，同时，对吧？缩小看啊。这些颜色放在这个地方，它不会变得非常的夸张，这就是我们藏色的一个重要手法。那我们新手一定要学这个东西吗？不一定，对吧？为啥？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些例图，你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今天这个讨论的啊是非常简单的。首先，我拿我一些图来举例子啊，比如说像这张图。根据不同的风格，它的藏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像我个人啊，对吧？比如说像第一张是有点写实的，我画的是同人啊，然后我的氛围就是一个蓝蓝的，那这边是黄的，这边是蓝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本来就是一个稍微画写实一点点的人，那我不会出现这个现实生活中呢花里胡哨五颜六色的颜色，我暗部是啥色就是啥色，是蓝色就是蓝色，我的暗部我的亮部都要受到我整体的一个环境光的影响，对吧？只是说固有色会受环境光的影响，多多少少变一些，有一点点的变化，对吧？这是第一张。那第二张呢，更藏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颜色它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支撑。大家去想，如果我这个画的跟我右边的这个啊，这张也是个白色的，你看它这张也是个白色的，对吧？你看衣服是白的，然后包括我这张画的，哎。是不是有很多的藏色？那里面有点绿绿的、紫紫的，然后有点粉粉的、红红的，对吧？就这样的颜色，两张给你的氛围和基调是不一样的。那这张本来就画的是白色的，所以我给它画点乱七八糟的颜色，会显得更加的就是在平白之序的白里面，在简单干净的白色里面加一点点色彩，这张画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单调了，所以这张图就加了一些藏色。那这张呢没办法加，本来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或者很严肃的一张画面，所以我最多的颜色就是啥色就啥色，主要就是把黑白给它拉开了以后 OK 这张就 OK 了。那但是这张本来就是个白色，它整个都是一个很亮堂的环境，我怎么样才能让它颜色看起来更加的丰富？我只能给它增加一些藏色啊。大家先看我的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藏色案例，然后再看有一些例会，比如说像我画的这个比较偏日系的一个例会啊，那这种例会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个红黑金的配色，是不是？我如果在红黑金的配色上再增加很多花里胡哨的颜色，这张图给你的 feeling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这种就是有一种暗黑的一种感觉，然后我再加点五颜六色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蓝的，对吧？就跟那个气球那首歌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会觉得这张图的那个基调和氛围让你感觉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一些别的图啊，对吧？
有一些图它会进行藏色，有一些图它不是藏色，它是配色啊，对不对？我拿我别的画师画好的啊，比如说第一张有些同学说，你看它也有藏色，其实很多同学没有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藏色啊。这张图是没有藏色的，这张图是什么？这是反光啊，对吧？这是这个凳子或者地面，对吧？因为强光源打到地面或者是凳子上，然后这个腿部产生了一定的反光，这里是受光，这里是反光，其实它反光画的有点亮啊，小问题。然后看其他地方，暗部，对吧？我们藏色一般会藏到哪？藏到暗部或者是明暗交界线附近啊。亮面一般很少藏，为什么亮面很少藏？因为亮面已经受强光的影响了，对不对？最强最亮的光是不是就是白光？所以你藏个灯啊，藏不了一点，对吧？是啥色就是啥色。那这一张呢，其实是配色上面的一个。对吧？有些同学说，那这张是不是藏色？藏了，但是其实更多是配色、色彩搭配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色彩搭配？你看它亮部是不是一个偏黄偏绿，然后暗部是一个偏冷偏紫，然后又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所以暗部里面有一点点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紫色这样的一个变化，所以这张图藏色就做得非常的好啊，对吧？所以有些同学说我一定要藏吗？对吧？不一定。当你画左边，就比如说你画平白直叙的这种固有色上色法，亮部暗部。对不对？就是它原本的固有色，是吧？这样的图看起来也是能看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亮面分清，暗面分清，对吧？你不藏也好看。那像是这种画，就是画这种图啊，比较有氛围的，那你藏点颜色，是不是感情？啊，比较这个阳光。那个舒适的那种感情就已经，或者是体感啊，就已经融入到画面中了，对吧？这些藏色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，但是新手在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藏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因为颜色它是没有错误的，对吧？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掌握藏色呢？对吧？我们在正式课里面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啊，你只需要顺着色环走，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色环的时候，斜着拉一刀，对吧？从中间啊，中间色这里啊，中间色就是我们的绿色和紫色，中间拉一刀以后，朝上的是暖色，朝下的是冷色，对不对？我们找到我的这个整体的光源光线，我到底是暖光环境还是冷光环境，然后在上面去做相对的冷暖关系，然后再在里面是不是？蓝的里面偏一点点这样的蓝，然后再偏一点点这个偏紫的蓝，是不是你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？但它还是蓝吗？是蓝，但是它没有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颜色，而且很多画师在藏色的时候，他喜欢用一些中性色。什么叫中性色？比如说像这个紫紫的，还有这个绿绿的，这两个颜色呢，其实没有任何的色彩的这个冷暖关系，对吧？你说你单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它到底是冷还是暖呢？其实你也分不清啊，对吧？你不藏也可以啊。然后再看这两张，这两张是完全没有藏的，对吧？比如说像这张黑白的，对吧？你给它藏一点颜色，五颜六色的，是不是这张这种就比较安静，比较静谧，然后比较这个暗黑，也不是暗黑吧，就这种氛围，是不是就被你五颜六色的色彩给破坏掉了？大家去对比一下，对吧？到底要不要藏？根据你的画风、画法和你的喜好来定。那像我个人呢，我是不藏的，因为我画的本来就是比较偏暗的风格。如果你喜欢比那种清新亮丽、花里胡哨啊，你就可以去学一学我们的一些颜色的使用方法，对吧？那怎么去学呢？首先第一点啊，要了解颜色的 HSV 三个属性 ，HSV 三个属性，这三个属性都具有一个关系，叫做黑白，对没有？先不管色相啊，我们就先看 HSV， 不管怎么样，这三个属性都具有一个叫黑白关系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拿色相来举例，在同一个明度和同一个饱和度的情况下，黄色和红色是不是哪个深啊？是不是红色深？为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定的，因为 HSV 色相也带有色相也带有黑白关系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张，是不是？那这张也是啊，它是线稿平涂，是吧？它完全没有藏色，是不是？它就是平涂，对吧？斜着往下走的更暗的颜色，是不是依旧好看？其实颜色啊没那么的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黑白有没有卡开的，那个亮与暗之间对比有没有拉开啊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些画的比较好的啊，就比如说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商业美术的，人家已经做来宣传的啊。绝区零藏了吗？藏不了一点都没藏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好看呢？因为它里面的元素搭配构图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是吧？有大有小的，空间拉的比较开，所以它也好看啊，不一定要藏啊。然后那个现在大家都玩的有王者荣耀比较写实，对吧？你看写实的图里面，对吧？暗部就是暗部的颜色，肉色就是肉色，里面再藏点蓝色，
那再藏点什么颜色有吗？没有吧，除非它受光。那左边来光，所以右边这边才会亮。那暗部就是暗部，所以暗部不会有乱七八糟颜色。那外面的周围的环境为什么会有一些紫紫的这些颜色？因为它是透光的、透色的，可能透了背景的颜色啊，对吧？所以它会有一些乱七八糟颜色，或者说有一些反光啊，反射到周围的颜色，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亮的颜色啊。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个百纹牌啊，然后藏色的等会儿给大家看啊。对吧？你要是藏色，你会画出来花里胡哨的图啊。那这张也是啊，它里面藏了吗？藏了。其实它藏的不多，它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过渡，要不然这张脸和这个皮肤啊，来这个脸。这个皮肤还有这个头发，它都是纯白，是不是？但是受环境光的影响，它里面加了一点点橙橙的颜色，加了一点点粉粉的颜色，是不是？在我们的大关系上，+加 Y 啊，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，你加什么色都是没有错误的，对吧？但是你不能加什么，比如说周围环境是个偏红的颜色，你给里面加一点点绿色。是不是？你有些同学说这里有绿色，对吧？哪里离绿色近，你加哪里是绿色；哪里离红色近，你加哪里是红色就可以了。你不敢就是一会儿这里加点黄，加点橙，加点蓝，七彩光全画上去啊。那你七彩光画上去，周围到底什么颜色，对吧？影响了它的这个头发的颜色没有是吧？那你就不要瞎画，好，对吧？然后这张也是啊。这张也是对吧？暗就是暗，亮就是亮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藏色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要藏色的整体啊色调啊，跟我们前面这几张对比一下，像王者荣耀啊、百纹牌呀、还有我们的这个绝区零啊，对比一下，是不是整个的色调是非常非常的轻薄的，对吧？有两种画法啊，一种是比较重色的，一种是比较轻薄的。这两张就是我给大家找到这个藏色的啊，你会发现啊，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。对吧？什么感受？这个就是花里胡哨，这张也是花里胡哨，对吧？我们仔细观察一下，你会发现啊，它就是利用了我们色相，对吧？藏色其实怎么藏啊？就是利用我们色相自带的明度关系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所有的亮部啊，它都是一个这种黄黄的颜色，对吧？它所有的暗部呢，都是紫紫的偏蓝的颜色，因为我们在色环里面，你看两个颜色对比一下，对吧？黑白关系上面到底哪个亮哪个暗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，那为什么它这个地方的亮部和这里的亮部那不一样呢？原因在于哪里啊？我想了一下啊，就是我自己思考了一下，或者说这个的亮部和这个的亮部为什么会这样？看这个这个亮部是这个色啊，然后这边的这个暗部是这个色，对吧？你看一下对比，看一下对比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主人公。主人公为了突出，对吧？是不是就要拉强它的亮暗对比啊？其他的玩意儿它不是那么的突出，所以它就没有特别明显的亮暗对比。包括你看它这个老鹰儿啊，老鹰儿是不是翅膀啊，还有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慢慢的融入于背景了，对吧？虽然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它的灰度上面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啊？所以就这么一点啊，对吧？那藏色该怎么藏？那就是顺着按照我们色环这个色相的这个黑白关系的理论去走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般情况下都会给我们的暗部画一些冷冷的，然后紫紫的颜色，然后亮面都会画一些黄黄的、绿绿的颜色，这样子会比较的鲜艳一些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这张这个纯度比较高的颜色啊，纯度比较高。对吧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色彩的造诣啊，就是把外面这个色环玩得非常好啊，就不建议新手同学去做藏色，是不是？你只需要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固有色上色法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亮纯暗灰，亮灰暗纯，记住这个口号，是不是？然后画的时候，对吧？画了一个黄色的玩意儿，斜着往下走就是它的暗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斜着往上走就是它的亮部。为了让色彩丰富一些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这样。画完了以后，搞一个亮暖、暗冷、吸色，对不对？啊，先动一下色环，斜着往下，对吧？让它色彩上有一定的差距，然后再吸固有色，斜着动一下色环往上走，斜着往上，好，这样颜色是不是就丰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不是不丰富啊？对吧？你就记住这个，这是最简单的。然后呢，有色彩造诣了以后，好，对不对？我给它藏一点，是不是？稍微来点蓝蓝紫紫的颜色。涂上来，那画的时候不要画太多，对吧？轻轻的去给它补一补，然后不要画的太过厉害，加一点就行了，对吧？到底藏多少？是不是？你藏这一个颜色，来点过渡，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新的颜色的出现？是不是？你看我有个这个色，我还有一个这个色，
是不是？那胆子再大一些的，是不是？我再给里面加点蓝蓝的、绿绿的颜色，我再加点绿绿的颜色，对吧？只要是在它相对的，就是互补色的这个相对的值这里就可以了。哎，稍微再加点这个色，对吧？让它有一点点在黄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橙色这个地方我加点这个色，啊，Ctrl 加 Y， 你看。这个灰面没有做太大的变化就可以，然后我再在明暗交界线这里，我再加一点点这种，啊，你看这个色到这个黄啊，到这个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别的颜色？你加点黄色，就让它稍微的纯度高一些，加上来，对吧？那这里再加点金黄，是不是就慢慢的花里胡哨起来了？然后看着也没有那么的纯了。然后我们这里面再加一点点淡淡的绿色，轻轻的画上去，好，花里胡哨，是不是？你Ctrl加 Y， 啊，其实色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啊，对吧？那其实说白了啊，画藏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画面，对吧？但是我一定要丰富吗？不一定。大家只需要注意了我们的黑白就可以了。而且当你画一个物体，你给它藏了颜色以后，其他物体的藏色规律也是要跟它一样的。你不要东画一下西画一下，比如说你暗部藏的是这种蓝蓝紫紫的颜色，然后你突然到另外一张图了，就画另外一个物件了，你给它藏的颜色是绿色啊，或者是紫色啊，对吧？就变乱了，对吧？其实藏色这一点啊，跟我们有的时候看抖音，对吧 ？TikTok 上有一些画师，他在纸上或者在色环上吸很多乱七八糟的颜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吸很多颜色画到一起啊，有深有浅的，然后呢，用液化工具给它弄成一个色盘，然后里面有深有浅的这么一排，然后随便吸里面的颜色给它画一个眼睛啊，画一个什么东西，你会发现它非常的花里胡哨，对吧？花里胡哨，但是呢，它是有一定规律的，因为它深色的部分都是那几个颜色，浅色的部分都是那几个颜色，对吧？都是相似的颜色，灰色的部分又是相似的颜色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它乱。所以我们藏色一定要保证有一定的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我亮部是什么色，亮部要统一，灰部要统一，暗部要统一，这样藏出来就好了，对吧？还有啊，我告诫新手同学，当你的黑白关系，对吧？就是素描关系，黑白还没有扎实那么稳固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藏，对吧？最简单的上色方法也能画出漂亮的图来，最简单吧？平涂上色。是不是？那又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画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是形，二是色。这个色特指的黑白，你没有任何的色彩倾向，画面都是 OK 的，对吧？不同的画面用不同的上色方法。一般来说，你如果画的是白色，加点藏色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你的白色就不会那么的单调了。如果你要是像画这种，本来氛围它就是比较暗的，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情感，它的情感最多就是什么？我这个天使有点纯洁，有点圣洁，我后面的恶魔非常的暗，对吧？前面是白白的颜色，后面是这个红红的颜色，这两个颜色的一个对立和对比，对吧？你但凡给这个里面加点五颜六色上去，你都会觉得这个图没有那样的氛围，那样的感觉，花里胡哨，哎呀，这红红的、橙橙的、绿绿的、黄黄的，对吧？你都感觉哦，今天好像多巴胺吃的有点多，那今天多巴胺传达啊，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啊，就是要注意，你到底要走什么流派？如果要走这种花里胡哨流派啊，你画的所有图其实比较偏日系、偏水彩，对吧？比较偏就是花里胡哨啊。如果你要是画这种啊，我相信很多同学喜欢这种风格啊，这种 style， 对吧？那你要花里胡哨，那就怪了啊。真的就怪了，因为你的整张图就会有一种镭射材质，对吧？其实当你看这种水彩的时候，对它这种藏色的时候，是不是总感觉它有一点点镭射材质的感觉？就是因为它太花里胡哨了。镭射材质是什么？镭射银大家见过吧？镭射银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银白色，它把周围所有的乱七八糟的颜色都已经给它反射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光是怎么出现的，对吧？就是反射出来的光线，对吧？就是反射了周围乱七八糟的颜色，所以就会出现花里胡哨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啊要收住啊，要稳住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看多了也会不舒服。那不如这种黑白关系来的好的，看起来扎实。比如说这种配色好的扎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扎实的感觉。行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。那我们总结一下最后一点：新手真的要学藏色吗？对吧？就一句话，能学，但学不了一点，对吧？先把基础啊，尤其你是新手，等你行准了。
黑白也准了，对不对？再学也不晚，是不是？新手可以学，但是有前提，我们要有行准黑白关系准的一个前提，好吧？对吧？有这个的前提啊，你要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一上来就花里胡哨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的东西就是平的，而且还特别的乱，而且还特别的脏。好了，平脏，对吧？你一开始啥也不会，你上来就藏色，你就容易又平又脏啊。因为为什么会脏啊？我们再多废话几句。平的原因是，对吧？怎么样才会有体积感？亮暗分明才会有体积感，对吧？你看，当我画一个线框，是不是显得啥也没有？当我画一个线框，但是我亮暗面区分的比较明显，是不是体积感立马就有了？是吧？有些同学说看不出来，对吧？你把线框去掉，你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说啊，因为这是平的原因啊，脏的原因是什么？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藏色的时候啊，里面会有很多的笔触，对吧？很多色块，是不是它并不是过渡非常均匀的，对吧？你过渡均匀是变成渐变了，是不是？那渐变会更加奇怪啊，那就是因为色块比较多，对吧？然后很多同学在用笔的时候，用笔的方式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他怎么用呢？他透色。一是透色，二是有些地方虚的过头了，所以就会显得笔触特别多，色块也没画对，画到该有的位置上，所以就会显得脏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，新手不一定要学，不一定啊要学，但是可以学，前提行准黑白准就 OK 了，对吧？行了，今天就分享这么多，拜拜 everybody。